双子、水瓶座5月前后关系危机指南。这样子冷下去不行啊，我们双子宝宝，我们这一段感情现在的问题已经是不是靠逃避或者说冷战就能够去解决得了的了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双子宝宝还是会有一点控制不住自己，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人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冷了啊，也有点不想再这么去主动的去找他，因为其实当我们双子这边走到一个圣杯骑士逆位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段感情真的已经是不敢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啊，难道我们伤的还不够重吗？难道说我们在这段感情当中还没有去吃够苦头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双子其实不是不爱啊，是有点在这边不敢爱了，就真的没有那种一腔孤勇去撞南墙的一个胆量了啊，因为我们有可能早就已经是撞过了啊，到最后头破血流了也没有用，最后还不是只能是到这边啊，像这个圣杯骑士逆位一样，就是落魄的去待在原地，我们呢也追不上你啊，也追不上我们的这样一个爱情，所以说我们双子这么爱他，又为什么到这边会变得这么失落啊？我真的会感觉这个跟这段感情的一个失衡是有关的，因为其实到后面宝剑六，我们其实想要的东西应该也没有得到啊，双子真的是只怕爱的不值得啊，在这边其实很可惜一点，就是双子真的会觉得自己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期待全部都落空了。虽然说我们现在啊还是仍然会期待你能够继续来爱我，我们也是期待呢你能够给我更多的一个回应啊，让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段感情当中去努力的。但是可能我们这种手段也用尽了，还是看不到一丁点的水花，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才会走到一个宝剑六，我们是想要特别暗淡的去离开这段感情啊，就是我也完全不想跟你去歇斯底里了啊，就让我们安静的去结束这段感情。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到这边这种感觉啊，感情也这种感觉有点变得越来越冷了啊，我们会感觉对方他也很难，就他其实不是说不想给我们回应，而是他在这边他不敢回应啊，因为宝剑六是什么？它是一种有点这种感觉有点注定的一个分别，就是我早知道你会离开我，我也看到了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什么都不敢去跟你说，我心里面有爱我也不会去表达出来，因为我完全不想让我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更加难过啊，所以就让我来当这个坏人吧啊，我来当这个充当这个不好的这个角色，我来当那个斩断情丝的人。所以我感觉对方他其实在这边还是蛮清醒的，而且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的决绝啊，他对于两个人的这个事情其实想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唯独有一点他没有啊，他就是小瞧了他对我们双子的一个喜欢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浓。他其实会发现啊，这边这个宝剑六虽然说是在离开，但是因为宝剑六它是一个前行很慢的一张牌，它远远没有那么的坚定，他还会时不时的回头来观察我们双子啊，因为什么呢？他舍不得呀，他看过我们双子为他前面圣杯骑士说的一样，为他头破血流撞南墙的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双子在这里，他又怎么可能会舍得放下呢？对不对？所以你别看他好像对我们已经是无所谓的一个样子，实际上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在背地里面偷偷的有爱着我们双子的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羁绊啊，其实远远没有被斩断啊，虽然说想要斩断情丝，但我觉得真的是完全做不到的啊。但这边啊，羁绊再深又有什么用啊？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对方他在斩断情丝，我们双子真的也是在用这个宝剑七在强行的去否认自己的感情。我觉得双子最近真的是有一种就一直在说谎啊，当然并不是那种故意欺骗的一个谎言，而是双子我们双子宝宝在不断的去嘴硬啊，就说我已经放下了，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不会再回头了。所以双子这个星座真的就是平时性格特别好啊，一碰到感情真的就特别倔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恰恰也是说明了我们双子在这一段感情当中到底有多受伤，因为其实以前的双子在感情里面真的就是风生水起的啊，如鱼得水，偏偏就是遇到了对方啊，我们就是栽在他身上，真的就是有被去拿捏住了。所以双子这边这样一个宝剑七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啊。所以加上这边走到一个逆位的时候，双子其实真的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啊，因为实际上我们真的是已经把心掏出来去给他都可以这样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那种逞强的话去隔开两个人啊，既戳伤了对方，也让自己呢特别的难过，因为明明爱着，但是又不能说出口，那这个对于风象星座来说，真的就是一种更加的那种折磨了啊。但是双子说的那些，我觉得说的那些话的一些直接受害者，我觉得其实还是对方啊。你会发现对方他真的就信了啊，他完全信，他并没有怀疑双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话。他听到双子啊，听到我们说不爱他了，他就相信了，因为他真的能够去相信，就是双子的这个我们双子宝宝的人品也好啊，双子的这个性格也好，他觉得我们是不会去欺骗自己的，所以他才会去相信我们双子的这种嘴硬啊，或者说这种逞强。那他的这种难过，或者说他的这种绝望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就会觉得，那好，既然你已经不爱我了啊，那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再这么继续坚持下去。本来我们两个人就是注定是要分开的，那我以前没有放弃，只是因为我想要跟你有更多就是多待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你反正也已经是厌弃我了啊，那我不如就到这边我就及时止损吧啊，不爱就不爱了，也没有什么这种大不了的啊。但其实想归这么想，我觉得对方他心里面虽然说这么想啊，但及时止损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无论在哪一个情侣身上，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做到的，因为对方他其实爱的也是很深，他的一颗心都是在我们双子身上的，所以你让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抽身呢？啊，他这边这个圣杯5在这里，我觉得真的就是太难过了，就是我明明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不合适，但是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去跟你去在一起，所以对方他的那种离开其实都是表面上的啊，他的这个心其实从来都没有说从我们双子身上去转移出去过啊，或者说哪怕那么一下下转移他都没有，因为他做不到啊。
但是这边不得不说了啊，我们双子装的很多，对方他也装的很好，他其实成功的骗过了我们双子。所以其实我们双子这边出现啊，我们双子真的就是慌了。出现这张星币4逆位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双子就一直有在想啊，我是不是真的哪里有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装出不在乎你的样子啊？但是在这边我们双子真的已经是覆水难收了。我知道我是伤害到了你啊，我也是非常的心疼，我也非常的懊悔，但是我在这边我也无能为力了呀。当我们双子看到对方他慢慢走远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可能连说一句挽留的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啊。其实这个就像前面最开始这个圣杯骑士说的一样，我们是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勇气啊全部都给过你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才能够假装出一副不爱你的样子，那我又有什么理由啊再去接近你呢？所以其实这边这样一个星币4在这里啊，就是相当特别的一个被动。双子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挽留的话了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说选择特别坚定的离开，就是一直是在这边啊，在这边等着，等这个人来回头，或者说等这个人再回到自己的身边啊。但是在这边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双子可能真的就是要等不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个人了啊，因为对方他这边是什么？他是一张愚人牌呀，他是像愚人一样，就是哪怕前面是悬崖，他也要走啊，已经走远了。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多舍不得双子，但是他有点不想要回头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双子开心也好，或者说不开心也好，他其实已经感受不到了。他会去怎么说呢？他会去屏蔽双子的消息，他不想听到双子的任何信息了啊。为什么不听？因为他怕自己听过了之后，听到之后他会心软啊，会难过。他其实很清楚，他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软肋是什么。但凡他听到就是你双子过得不好，那他会觉得我一定会抛下手里的一切，我一定会立刻马上就回到你身边。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再这么念念不忘下去了。我们的故事，我和你双子的故事终究是要完结的，所以我在这边我就选择什么都不看啊，什么都不听，就仰着这个头，我继续往前走。我希望自己走得足够远啊，就不会再为你去难过了。所以我觉得对方他这边这个愚人牌真的就是摒弃了所有的那种眷恋啊，或者说那种思念，他真的就是在狠下心来去放下我们双子了啊。所以说我们双子真的就是就像前面看那边讲的一样，我们真的有可能等不到这个人啊，也会变得慢慢的就开始失望失落起来，甚至有可能就是失去信心了。所以其实这边愚人前面这边这个星币4，其实会有一种从期待满满啊，一直等到这种满眼失望的感觉。虽然说我们双子在这边宝剑七就有说过，一直有在嘴硬，但是当我们真的失去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敢相信的，完全不敢相信。所以说你到这边双子到底有多难过，对不对？明明心里面还爱，但是又不得不失去这个人了，这个到底有多难过，对不对？但这边还好啊，我感觉两个人要注意起来，两个人不用太难过，因为其实解决这边这个圣杯侍从啊，这边出现这样一个圣杯侍从，其实并没有宣告两个人完全破碎，两个人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线生机的，因为毕竟圣杯牌在这里，很明显双方都还是互相喜欢，就是那种心动的感觉其实非常真挚的，所以只要双方心里面还惦记着彼此，我觉得这段感情就不是真正的结束。而且这边这个侍从牌，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真正分开的原因，有可能还是因为两个人之前有一些地方就是还不够成熟啊，两个人并没有去想好说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双方才会这么草率的就分开了。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真的不用走到分开这一个地步啊，其实是可以不用分开的，只不过是之前有一些事情呢没有处理好，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其实这么相爱的两个人想要重新在一起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的啊。但是侍从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一直没有去被解决，那两个人如果还是这么草率的就在一起的话，重蹈覆辙啊，那我觉得其实跟之前的这个状态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双子在这边真的是要好好去想一想，双方在这段感情里面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啊？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够这样携手走到最后？虽然说侍从牌啊，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想那么多没有什么用，但是恰恰就是这个侍从牌其实会让双方持续的去重蹈覆辙。如果说不能够去釜底抽薪的话，那不管复合多少次啊，不管和好多少回，可能都是一个无用功。所以其实这一点啊，最后一张牌这边这一点，我希望两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想一下，因为还是回到前面讲的啊，命中注定的缘分在这边羁绊感很深，但是问题也是一定要去得到解决的啊，千万不要去重蹈覆辙，好不好？哎呀，怎么就没有人能够懂我们水瓶呢？我们水瓶其实在这里真的也是毫无保留的在爱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到啊，因为这个星币4在这里对于我们水瓶来说真的太伤了。我们的这个付出好像一直都是有在被否定啊，有是在被排斥的，就是明明我也为你去做了很多了啊，但是你一句话，你有可能某一瞬间一句话你就否决了我的所有努力，所以你这个让我怎么甘心呢？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要看水瓶现在对对方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冷淡了，甚至说有可能是变得有点忽冷忽热啊，但其实实际上我们真的只是在跟你去赌气而已。我们水瓶其实可以说一直都像这个牌面当中星币4这个人一样，紧紧的攥着手里面的这个星币啊，就是紧紧的在抓着自己的爱，等你来懂我，等你来爱我。其实只要你能够明白我的一个心意，那我真的无所谓啊，为你付出多一点啊什么的无所谓，我可以做到的。就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开心就好了，别的什么的我都可以不用去管啊。但是水瓶的这样的一种收敛，其实真的已经是冷到对方了。就是对方他看我们水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怎么你老是对我这么的冷淡啊？你怎么老是对我爱答不理？两个人呢能够见面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一旦说见不到面，比如说异地啦，或者说有在不
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陌生人一样了。对方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很会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也是想要你能够主动稍微主动一点，想要看到你的一个付出的嘛。但是你说难道水瓶真的不想要去找他吗？我觉得并不是的啊，水瓶只是想要给两个人有那么一点点空间而已。我们其实是会怕你不舒服，就是也怕我老是去找，会显得我好像有点太狼狈了啊，有点或者说有点太舔狗的这种感觉。水瓶其实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过于去舔，但其实实际上真的到这一份上，水瓶对这个人真的是已经好的没话说了。因为到后面恋人在这里，水瓶其实就是爱得很深很深的，而且水瓶会觉得你就是我对的人啊，你是我的一个灵魂伴侣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水瓶这个爱其实爱的非常的纯粹的，只不过我们的这种爱呢，好像一直都没有去被理解，没有得到对方让他看到啊。因为恋人牌在这边走到逆位的时候，就是那种思想上面的差异感就太明显了。本身水瓶其实就是那种很难被人去理解的星座，那到这边这个恋人逆位，其实就是有在亲手去断送我们水瓶的感情，因为对方他其实已经是有点他自己觉得他有点感觉不到水瓶的爱了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一个能量的一个连接也已经有被给切断，所以对方他会觉得怎么样呢？他会觉得很委屈啊，明明两个人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也还是蛮开心的，那为什么到最后就什么都说不通了啊？他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对方他很大程度上，我会觉得他有点不甘心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两个人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可望不可及，互相好像已经抓不住彼此的这样一种紧迫感，这样一种感觉在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最近我们水瓶就一直有在去内耗，一直在让自己特别的难过啊。当然水瓶也不想那么痛苦的，但是我们真的就是有点忍不住啊。这边这个宝剑六可以说已经把水瓶给逼到绝境了，就是我们好像走也不是啊，留下停在原地好像也不合适。虽然说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水瓶就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就会想到这个人，甚至有可能就还是莫名其妙的会觉得自己还爱他啊，就是我离不开他，我想要去回头。但是等水瓶回头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船啊，这艘船已经飘出去很远了。那我们就算说想要去挽回，有可能也已经没有了挽回的资格了啊。至少水瓶会觉得自己已经是被放弃了，就是我已经是被你给讨厌了，你肯定不会再回头了。所以你说水瓶到现在在这边到底有多舍不得呀，对不对？明明我们是不想走的，但是在赶我们走的，赶我们离开的，恰恰就是我们曾经最信任的这一段感情啊。但是哪怕说水瓶这一个方向是在向外走，不管我们是去把多余的精力放在别的人身上，还是说去放在别的事情上面，还是说生活啊工作上面，其实水瓶心里面还是会去惦记对方的啊。所以其实水瓶在这边非常失落，但是我们真的就什么都说不出口，可能除了水瓶自己啊，别人有可能都不知道，其实水瓶你已经栽了啊。水瓶自己还没有认清，还没有去看清楚，别人其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别人早就已经知道你已经陷进去了，就不管你怎么嘴硬，你再怎么去嘴硬都逃不出这个人手心的，因为你在这边你是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当对方看见水瓶在分手之后还能这么风生水起的生活，他其实就已经特别绝望了啊。所以他这边这个星第八就是会让自己给忙起来，就会忙到没有时间去回复水瓶的信息，也没有空去多想两个人未来的这个事情。所以水瓶你别看这个人啊，他好像一直对你是有点爱答不理的，但事实上他是真的很忙。当然他的这种忙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想要通过这种忙碌去排解他自己心里的那种难过啊，因为其实对方他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他觉得只有自己忙起来的时候才能有短暂的这个时间去暂时忘记水瓶，暂时不去想啊，不然他有可能就是时时刻刻脑袋里面想着都是水瓶了。所以对方他心里面其实是比我们水瓶还要来的绝望的，可能对方的这种务实或者说这种传统这样的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也是让我们水瓶无法自拔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对方他的心里面已经全部都是难过了，所以他会觉得如果不让自己忙一点的话，那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疯掉啊。所以我感觉两个人的这一段感情很有可能到这边就真的还是蛮遗憾的，可能就是两个人状态不对啊，所以有可能才导致这个不得不分开的一个地步了。但是你说水瓶啊，真的会这样子走吗？我觉得水瓶哪怕说是要走，有可能也是走不远的啊，因为这边又是一张6号数字牌，前面宝剑六已经是有张6号了啊，这边圣杯6的话，其实就是在说明水瓶对于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希望的，就是说我们水瓶心里面是很清楚，只要我怎么样去做，其实就可以去挽回对方，或者说只要你怎么样啊，你说什么你做什么啊，我有可能就会愿意去回到你身边。所以其实水瓶在这边就是有在等啊，等一个两个人能够和好的机会，因为其实圣杯6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公平的，就是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要先低头才有机会。那水瓶肯定是不想再这么去卑微了，对不对？因为前面的时候也已经说了，水瓶已经是不想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不想再去舔了。水瓶本身其实就是非常骄傲的，那我已经为你低过这么多次头了，那你就不能再为我去低一次吗？所以水瓶会觉得，如果说每一次都要我低头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太不公平了啊！所以我宁可就是假装去冷漠一点，我装作好像对你无所谓的样子，甚至就是装作喜欢上了别人的样子啊！我想要这一次你先来哄一哄我啊！但是你说水瓶真的舍得让对方这么卑微吗？啊，我觉得
得其实我们水瓶比任何人都要心疼对方啊，就是真的心里面的这根弦永远是在为对方绷紧的。所以如果真的到这种万不得已的时候，其实水瓶还是愿意去主动找对方，哪怕说两个人真的是不公平也无所谓了啊，因为我们水瓶爱就是爱了，豁出去了啊，为你付出也无所谓，就只要你还爱我就好了。好，但是我感觉我们水瓶在等这个机会，这么等下去的话，真的就是要来晚了，因为我们水瓶身边有可能也是有了别的一些异性啊，对方身边他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别的异性，所以再这么不主动，再这么继续等下去的话，那两个人分的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多了，那能够交出去的这个偏爱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啊，可能两个人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就典型的这一个情况，就是被时间给拖垮了。所以其实到后面这边这个星币手牌在这里，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就是想做的事情赶紧去做啊，想爱的人就赶紧去爱，如果现在还不去抓住机会的话，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像这边手牌它走到逆位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说明手牌机会就只有一次，错过就没有了。因为对方的话，他真的就是那种越走越远了，他在这边其实有点是被我们水瓶的这个外表的冷漠给欺骗到了啊，他真的就是心灰意冷了，已经就会觉得说我跟你水瓶之间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啊，感情啊也没有了，基础呢也没有了，那剩下那么多的一些回忆，这么留在这边好像有点空洞的感觉，有什么用呢？啊，就是他也越来越想，就是越来越难想到水瓶。对于他来说，水瓶可能有可能只是代表一个过去的一个符号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水瓶再不抓紧，对方他就要回到这边逆位的一个手牌啊，就是去劝自己去开始适应没有水瓶的新生活啊，有可能再过分一点就是去试试别的人啊，所以对方他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做好准备要走了。哇，最后一张骑士牌，爱其实还是可以战胜很多的东西的，所以我感觉如果说我们水瓶去追回对方的话，那追回的这个机会还是蛮大的，因为圣杯骑士比别的这种牌多一点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爱的，只不过因为水元素呢，它会比较的含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水瓶还是一直有在去等，一直都是有在被动的话，那两个人肯定就是要像这个骑士一样骑着马越走越远了啊，但是只要水瓶愿意去挽回，或者说水瓶能够不那么骄傲的话，或者说水瓶可以去给对方一个台阶，让对方能顺着这个台阶下来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就可以去抓住对方了啊，就像这边这个圣杯骑士一样，抓着自己的圣杯啊，我们水瓶宝宝真的不要再这么嘴硬了，好不好？我们也要为自己去考虑一样，就是这样一直难过下去，其实也不是一个事儿，对不对？还不如就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这段感情一个机会，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圣杯骑士在这边的话，可能我们在想念的人，其实也是现在当下也在想着我们的啊，我们水瓶宝宝。